大家好，我是13。好，今天骑着 Kawasaki 来聊聊 Kawasaki 刚发表的 Ninja ZX25R。哇，在印尼终于发表了，大家从去年的车展东京车展看到现在，数据也出来啦，价钱也出来啦，还蛮令人惊讶的。它有达到50匹的水准哦，而且如果是配 Rain Air Intake 的话，可以炸出51匹。那最重要部分当然是它的售价啦。哦，那我也是看了这个我才知道，原来印尼盾这么小。特别版好像就上看1亿多印尼盾。换算过来，台币好像差不多是23万嘛。但当然啦，你现在也知道，这台车如果有进台湾的话，那价钱绝对不只是20几万而已了。如果说以忍400的数字，然后从美国换算回去，那加上这个印尼的这个 ZX2 到美国再换算回来的话，差不多可能是卖到40万啊。我觉得台湾可能卖40万。哦，这个价钱说实话，40万有多少人会买单？所以就要真的很有爱，真的很喜欢4-250。所以之前我说出4-250我就买了，应该有很多都被刷掉了，因为价钱实在是太贵了。我自己也蛮惊讶的，因为其实这个价钱相对在印尼其实也是很贵，因为我换成人美金的话，达到7000多块美金。这个跟其他车比较起来，的确不是很多人都可以负荷。但是我听说啦，因为印尼当地好像因为过250的时候，那个税收非常可怕，所以你要达到不要说400，我听说忍400在印尼没有卖，就是因为多那一点点 CC 数，价钱会贵太多，所以他们不符合他们市场的那个需求。所以要买大车的话呢，那就是要付非常非常多的钱。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研发这台250-4-缸，就是在这个250以下市场呢，把它发挥到最极致的状态啊。所以这样讲起来 ，ZX25R 其实有点像是把ZX6 整个完全缩小，因为它的配置尤其是新款的2020 ZX6 也有配快排嘛，所以你看 ABS 快排全部的电控，那4-缸，当然悬吊配置跟车价不可能像636那么高阶嘛，但真的比较起来就是一台迷你版的636了。那全球市场我目前看好像是印尼会卖，然后日本国内会卖，然后再来好像纽西兰有开放预购。好啦，那因为我人在美国嘛，所以我说回来美国市场，我真的看过这价钱之后我觉得 Kawasaki 应该是不会把这台车带来美国了，因为这价钱实在是，因为这个价钱我觉得在这个市场里面真的找不到它任何可以摆的位置。如果以纽西兰预购的价格，因为纽西兰好像之前开放预购是找15000块嘛，那是纽币。那如果你要以它的价钱换算成美金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比较类似像美国的价钱，那也有将近达到9000块哦。那如果你是直接玩印尼盾当地的售价换到美金的话，大概是7000多块。可是如果你用纽西兰去算的话，大概接近9000块的话，这就非常接近 ZX6 全新的636了。那美国当地636售价，如果是没有 ABS 的话，是卖9999嘛。那比较起来，我觉得这台车可能更适合租车的用途。就是如果租车的行业特别引进这台车的话，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会想租，但很少人会想要自己拥有。所以说到底我觉得除非是有人真的像我一样想要重温那种4-250，去见证那历史这一刻，不然一般车友我觉得是绝对不可能去入手一台接近快1万块美金的4-250。因为如果你有那样的钱你就直接会买636了。